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科技二流子。2026年4月 ，Ubuntu 26.04 LTS 正式发布，作为新一代长期支持版本，它带来了大量桌面、底层和安全方面的升级。而仅仅半年之后，2026年10月15日 ，Ubuntu 26.10也将正式登场。一个主打稳定与长期支持，一个则负责探索新技术，为下一代 LTS 铺路。那么问题来了，同样都是 Ubuntu 新版本，26.04 LTS 和26.10到底有什么区别？谁的变化更大？谁更适合普通用户？今天就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来一场正面对比，看看 Ubuntu 26.04 LTS 和26.10到底谁更值得拥有，谁又更适合成为你的主力系统。Ubuntu 2年一更的 LTS 长期支持版本，每年4月都会准时上线。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万众期待的 Ubuntu 26.04 LTS 正式发布了。作为深耕 Linux 多年的老玩家，坦白说，这次升级绝非只换壁纸、修补小 bug 的常规更新，而是从底层架构到桌面交互的全面革新，诚意满满。正式内容开始前，我将用自己搭载 Ubuntu 25.01 的笔记本完整演示系统升级全过程，详细升级步骤、常见报错解决方案和实操终端命令我都整理好了，放在图文专栏，需要跟着实操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参考。简单科普一下， LTS 级长期支持版本默认享有5年官方维护，开通 Ubuntu Pro 安全维护周期还能延长至2031年之后。无论是日常办公、代码开发、搭建服务，还是给老旧电脑轻量化换新，它都具备极强的稳定性。我整理归纳了本次版本的20项核心更新，覆盖视觉界面、底层架构、软件生态、安全防护4大方向。不管是开发者、学生、极客爱好者，还是刚入门 Linux 的新手，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体验提升。今天我们就逐一拆解，看看 Canonical 这次带来了些重磅升级与全新亮点。咱们先从第一眼能看到、上手能摸到的变化聊起，毕竟颜值也是生产力。这次 Ubuntu 的视觉和交互真的进步太大了。第一个变化，开机就能发现，开机动画变了。以前那个我们看了好几年的 Ubuntu 标志旋转器正式退休了，换成了一个更现代、更简约的加载动画，没有多余的装饰，线条更流畅，开机瞬间就有了新鲜感。至于好不好看，因人而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更喜欢老款还是新款。第二个视觉小惊喜，文件夹颜色大变身。以前咱们改系统强调色，文件夹只有顶部那一横杠跟着变色，显得很突兀。现在不一样了，整个文件夹图标都会跟着你的设置走，不管你选蓝色、绿色还是紫色，文件夹都是通体变色，桌面看起来整齐又统一，颜值直接提升一个档次。第三个核心变化， GLME 50正式登场。这可是 Ubuntu 桌面的灵魂。这次更新后 UI 设计更圆润，比如右上角的快捷设置面板改成了圆角矩形，触感更柔和，字体对比度也提高了，长时间看屏幕眼睛更舒服，整体风格更贴近现代桌面审美，不再有那种老派 Linux 的感觉。接下来这个变化大家一定要重点记好，彻底告别 X11。 Ubuntu 26.04 不仅默认用 Wayland 显示协议，而且是只支持 Wayland。登录界面那个熟悉的 X11 切换开关被彻底移除了，再也找不到了。可能有老用户会慌，我常用的老软件还能用吗？放心，对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Wayland 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现在兼容性、流畅度都比以前好太多，日常办公、刷网页、看视频，丝滑到飞起。但如果你还依赖某些特别老的软件，或者特定的工作流程必须用到 X11，那升级之前可得掂量一下，可能需要多折腾几步。还有一个新手友好到爆的小改动，终端输入有星号了。以前在 Linux 终端输密码，屏幕上一片空白，新手总以为键盘坏了，反复按键盘还带接输错，特别别扭。现在终于有星号提示了，输一个字符就显示一个星号，和 Windows 操作一样直观。虽然是小改动，但体验感直接拉满，新手再也不用慌慌张张输密码了。游戏玩家的福音来了，可变刷新率 VRR。 如果你有支持 FreeSync 或 G-Sync 的显示器，以前想开启无撕裂模式，还得装第三方软件
折腾各种设置。现在不用了，直接在系统设置里就能开启，画面撕裂感彻底拜拜。轻度游戏玩家再也不用费心折腾，开箱就能享受流畅游戏体验。最后一个视觉交互优化，更有弹性的屏幕缩放。高分屏、小屏用户终于不用将就了，分数缩放现在更细致了，你可以在100%到200%之间精准调节到最适合你视力、最贴合屏幕分辨率的比例，再也不会出现缩放太大、图标模糊、缩放太小、看不清的尴尬。看完了外在的面子，咱们再聊聊内在的里子。这次 Ubuntu 在系统底层做了很多硬核的安全和性能优化，虽然平时看不到，但用起来能明显感觉到差异。第一个重磅底层更新 Rust 版 sudo， 也就是 sudo-rs， 系统彻底抛弃了传统的 sudo 命令，改用了 Rust 语言重写的 sudo-rs。 可能有同学会问，费这么大劲换个命令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 Rust 语言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存安全，能从根源上防出很多老版 sudo 的攻击漏洞，减少潜在的安全风险。而且大家不用担心操作习惯改变，平时该输 sudo 还是输 sudo， 命令参数完全没变，只是底层运行的是更安全的 Rust 版本，相当于换了个更坚固的内核，麦克不变。不只是 sudo， 核心命令也全部 Rust 化，像 ls、cp、mv 这些我们每天都要反复使用的基础 Linux 命令，底层也换成了 Rust 版本的 New 核心实用程序，还是原来的操作，还是熟悉的肌肉记忆，但安全性和稳定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以前老版本的这些命令偶尔会出现内存泄露的小问题，现在换成 Rust 版本，这些问题基本被杜绝了，日常使用更流畅、更安心。给新电脑用户的机械包来了 ，V3 架构包支持，这是专门给近3-4年新电脑准备的优化。如果你的 CPU 比较新，系统会自动安装针对更先进指令集优化的软件包，在批量处理文件、编程编译、视频渲染这些计算任务中，性能最高能提升 15%， 充分释放新硬件的性能。底层的心脏也升级了 Linux 内核 7.0， 最新的内核意味着更好的硬件兼容性，尤其是新款网卡、独立显卡，以往需要手动折腾驱动的设备，现在基本都能开箱识别，大幅降低了新硬件的适配门槛。还有一个底层工具的更新，Dracut 替代 Initrefs Tools， 这是负责生成系统引导镜像的工具，早就被 Fedora 等主流发行版长期采用，技术成熟稳定。现在 Ubuntu 正式替换老旧工具，让系统整体启动流程更现代、更稳健，开机故障、引导异常这类问题也会大幅减少。最后一个底层安全优化 TPM 全盘加密。以前给硬盘做全盘加密，每次开机都要手动输入一长串复杂密码，步骤繁琐。现在系统可以借助主板自带的 TPM 安全芯片，实现硬件级加密认证。只要你的设备支持 TPM 2.0， 开启之后无需重复手动输入加密密码，芯片自动完成安全校验，既守住了全盘数据安全，又简化了开机流程。经常做双系统的用户，体验提升会非常明显。聊完了底层，咱们再看看日常用的最多的预装应用软件。这次 Ubuntu 自带的全家桶几乎全部改头换面，旧软件全面替换，全新的默认应用不仅颜值更高，实用性也直接拉满。第一个全新替换的就是 Showtime 视频播放器，直接换掉了老旧的 Telnet 播放器，新版界面极简清爽，没有多余累赘的功能，本地视频播放流畅稳定，整体设计和系统风格高度统一，日常观影体验好了非常多。第二个超级实用的更新就是 Papers 文档查看器。以前我们想要给 PDF 做标注、高亮或者手写签名，都得额外安装第三方工具，特别麻烦。现在 Papers 直接取代了旧版阅读器，原生支持 PDF 批注、文字备注、高亮化重点，还能直接手写电子签名。不管是学生记笔记，还是办公处理合同文件，都特别方便。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全新的 Resources 系统监视器。老版的系统监视器排版枯燥，全是文字和简单图表，查看硬件占用特别费劲。而新版资源监视器采用流畅的实时曲线图表， CPU、内存、硬盘、网速一目了然，界面简洁又高级，排查后台卡顿，查看硬件负载，一眼就能看懂。
经常敲命令的开发者这次绝对赚到了，全新的 Tixis 终端正式上线。它支持标签页固定，就算关闭终端重新打开，也能自动保留之前的工作目录和绘画状态，不用反复切换路径，重复输入指令，大幅提升日常操作效率。最后一个贴心小升级，系统自带的图片查探器现在也自带简易修图功能，日常简单裁剪画面、旋转图片，再也不用打开大型修图软件，随手就能完成基础编辑，完全够用。聊完了视觉、底层和软件，咱们再来聊聊系统管理与安全防护。这一代的 Ubuntu 管控逻辑越来越智能，更贴近手机的使用逻辑，安全和细节设计都更加贴心。首先就是全新的安全中心，把防火墙管理、全盘加密、系统权限、Ubuntu Pro 服务全部整合在一起，集中化管理，不用在设置里到处翻找，新手也能轻松搞定系统安全配置。其次，加入了手机同款的应用权限弹窗机制。现在任何软件想要访问摄像头、麦克风、个人文件夹，都会主动弹出权限申请。我们可以按需允许或者拒绝，从根源上杜绝权限滥用，隐私防护直接升级。家里有孩子使用电脑的朋友，家长控制功能迎来了硬核升级。现在可以单独设置子账号的每日使用时长、可用时间段，一旦时长耗尽，系统就会自动锁屏，不用人工催促管控，省心又高效。一直坚持使用第一臂安装包的用户，这次也迎来利好。虽然官方主推 Snap 应用，但新版应用中心已经原生支持管理和卸载本地低软件，图形化操作，不用敲任何命令，对新手非常友好。喜欢玩本地 AI、追求数据隐私的朋友，重点来了。Ubuntu 26.04 原生支持离线 AI 模型运行，依托 Snap 推理服务，不用搭建复杂环境，不用配置依赖，就能本地私密运行大模型，全程断网可用，隐私性拉满。使用 AMD 显卡做算力运算、机器学习的小伙伴，也不用再折腾驱动了。系统开箱原生搭载 AMD ROCm 支持，一键适配，充分释放 AMD 显卡的计算性能，生产力大幅提升。针对笔记本用户新增了电池充电限制功能，只要你的硬件支持，就能在系统设置里自定义充电上限，普遍设置在 80% 就足够日常使用，长期插电办公也能有效保护电池寿命，延缓老化。最后说一下隐私策略的改动，过往 Ubuntu 默认开启匿名数据收集，而现在遥测统计改为手动加入，默认完全关闭。就算你选择开启，还能自定义数据发送频率，最大限度尊重用户隐私，非常良心。好了，我们完整梳理完了 Ubuntu 26.04 LTS 的20多项核心新特性。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纠结，到底要不要立刻升级体验。客观来讲，这次大版本更新亮点十足，但也存在一些小短板。为了推广 Snap 生态，官方移除了经典的软件与更新图形工具，现在添加 PPA 软件源只能依靠命令行操作，对纯新手不够友好。同时，文件管理器原生的谷歌网盘同步功能也暂时下架，需要等待后续补丁修复。这里给大家分两类给出升级建议。如果你的电脑是主力工作站，用来稳定办公、开发生产，建议观望3个月，等待官方修复完善兼容性之后再平稳升级。如果你是数码爱好者， Linux 长新党，喜欢体验新功能、新架构，愿意简单折腾调试，那完全可以直接安装或者升级。整体来看， Ubuntu 26.04 LTS 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迭代，全面拥抱 Wayland， 底层大规模 Rust 化重构，兼顾流畅度、安全性与现代化设计，也标志着 Linux 桌面系统正式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在这20多项更新里，哪一个功能最让你心动？是底层 Rust 带来的安全提升，纯粹的 Wayland 桌面体验，还是实用的离线 AI PDF 批注功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Ubuntu 26.04 LTS 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一次围绕现代化和长期稳定展开的大版本升级。从桌面视觉 Wayland 显示缩放
到 REST 重写的系统组件、新内核、安全机制，再到 Papers、Resources、Showtime 等默认应用，覆盖范围非常广。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某一个杀手级功能，而是整个系统的使用体验更加统一、现代和易用。同时 ，LTS 长期支持的定位也让它更适合作为办公、开发、服务器以及主力电脑的长期系统。不过，新版本也存在一些生态调整和兼容性方面的问题，因此，如果追求稳定，建议等待一段时间再升级。如果喜欢尝鲜，那么 26.04 LTS 依然非常值得体验。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知道咱们频道里有很多 Ubuntu 的用户，对它的每个新版发行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只是对这个全球最受欢迎的 Linux 发行版的发展方向感到好奇，那么今天的视频绝对不容错过。Canonical 官方已经正式公布了 Ubuntu 26.10开发代号 Stunking Stingray 的发展蓝图。不得不说，这个版本的改动幅度可不仅仅是一次常规的半年期更新。没错，Ubuntu 26.10确实是一个过渡版本，这意味着它不会像 LTS 长期支持版本那样获得长期的技术支持，但千万别因此小看了它。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过渡版本正是Canonical 用来试验新技术的前沿阵地，这些技术在日后都会被引入到下一个长期支持版本中。而在本次更新中 ，Ubuntu 26.10将直接为未来的 Ubuntu 28.04 LTS 奠定基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许多新特性，很可能就代表着 Ubuntu 未来的样子。那么，让我们赶紧来看看究竟有哪些新变化吧。首先从基础说起。Canonical 已确认 Ubuntu 26.10将搭载即将推出的 GNOME 5.1桌面环境以及 Linux 7.2内核。如果你一直在关注 Linux 新闻，这大概不会让你感到意外，这是意料之中的，但终于有了官方确认，还是令人高兴的。GNOME 51将继续完善桌面体验，带来性能改进、打磨和品质提升。在制作本视频时 ，GNOME 5.1的完整功能列表尚未最终确定。但每个新版本的 GNOME 通常会带来更流畅的动画、更好的微软支持、改进的应用以及许多让桌面感觉更精致的小改进。Linux 7.2内核还将带来更新的硬件支持、更新的驱动程序、文件系统改进和性能优化。如果你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购买更新的 AMD 或 Intel 硬件，这尤其是个好消息。对于游戏玩家、创作者和高级用户来说，较新的内核通常意味着更好的兼容性和更少的硬件麻烦。Ubuntu 26.10的另一个有趣目标是在符合 RVA 23标准的硬件上提供完整的桌面体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技术性，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RVA 23是现代 RISC-V 硬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RISC-V 是一种开放的 CPU 架构，在 Linux 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Ubuntu 正在持续改善对这些新系统的支持，让 Linux 为下一代硬件做好准备。虽然今天大多数桌面用户仍然使用 Intel 或 AMD 处理器，但看到 Ubuntu 为未来做准备还是很令人兴奋的。驱动问题一直是 Linux 新手担心的主题之一，诸如我的 WiFi 能用吗？我的显卡能被识别吗？我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吗？之类的问题。Canonical 希望让这一体验更加顺畅。Ubuntu 26.10承诺改进驱动管理，让用户更容易让硬件正常工作，而无需在论坛里搜索或记忆终端命令。人们花在排查驱动上的时间越少，他们就能有越多时间真正享受使用 Linux。如果你观看视频、编辑内容、创作视频，或者只是在电脑上欣赏多媒体，这里也有好消息。Ubuntu 26.10将包含 GStreamer 1.30，这是 Linux 流行多媒体框架的最新版本。除此之外 ，Canonical 还引入了基于 Rust 的新多媒体插件。由于注重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 ，Rust 已成为 Linux 生态系统中增长最快的编程语言之一。虽然大多数用户可能不会直接注意到这些改进，但它们应该有助于在幕后创造更稳定的多媒体体验。现在，这可能实际上是整个版本中最大的改进之一。Canonical 正在重新设计 Ubuntu 的安装程序。如果你以前安装过 Linux， 你可能注意到分区部分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对新手而言。像 EFI、Swap、X4、手动分区、存储配置这样的术语，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 Linux， 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
Canonical 想要改变这一点。该公司表示，他们正在创建一个更简单的安装体验，专注于安全的默认设置、引导式工作流程，并在不需要时隐藏高级选项。可以把它看作是在不剥夺高级用户权限的情况下，让 Ubuntu 变得更易用。高级用户仍然可以使用他们需要的选项，但初学者不会觉得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谜题。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向。Linux 些年已经变得容易得多，但安装仍然是新手会感到紧张的地方。让第一印象更顺畅，可以说服更多人给 Linux 一个机会。不仅仅是安装程序得到了关注， Ubuntu 26.10 还将引入一个全新的上手体验。安装完成后， Ubuntu 不会直接把用户丢到桌面上，而是会引导新用户设置和个性化他们的系统。这个首次启动向导将帮助配置设置、自定义桌面，总体上让操作系统感觉更友好。同样，这显然是为了改善那些可能从未使用过Linux 的人的使用体验。现在让我们继续，因为 Ubuntu 26.10 的一些最激动人心的特性还在后面。人工智能如今无处不在，每家公司似乎都在把 AI 加入产品中， Canonical 也不例外。然而 Ubuntu 的做法实际上相当有趣。Ubuntu 26.10 没有专注于基于云的 AI 服务，而是计划引入第一个原生的本地语言转文字桌面输入法。简单来说，你将能够通过语音口述文本，而处理过程在你的本地计算机上进行。这意味着更好的隐私，可能更快的响应，以及对网络连接的依赖更少。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这可能成为未来更智能 Linux 桌面的基础之一。现在我们来谈谈可能是许多 Ubuntu 用户期待多年的未来。Ubuntu 26.10 计划引入一个包格式无关的应用中心。如果你是 Linux 新手，你可能听说过人们争论包格式 Deb、Snap、Flatpak， 有时还有 AppImage。对于新手来说，这可能会令人困惑。你应该安装哪一个？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同一个应用会出现2次？ Canonical 想要消除这种困惑。新的应用中心将允许用户搜索应用程序，而不必担心它们是如何打包的。无论软件是以列包、Snap 还是 Flatpak 形式出现，一切都会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中呈现。应用程序将拥有一致的搜索结果、评分、截图、描述、分类和元数据。关心包格式的高级用户仍然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确切格式，其他人只需安装软件即可，无需上一堂 Linux 包管理课。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可能是 Ubuntu 多年来最重要的可用性改进之一。Linux 用户经常争论包格式，而新用户只想安装他们的应用程序。这种新方法似乎是基于这一现实设计的。在无障碍体验上， Ubuntu 26.10 同样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近年来， Canonical 已将 Flutter 作为打造新一代 Ubuntu 原生桌面应用，如全新的应用中心、固件更新器等的核心技术。而在此次更新中，官方正加大对 Flutter 生态的投入，着力优化跨应用的无障碍支持。对于依赖屏幕阅读器等辅助工具的用户而言，这无疑将带来质的提升。虽然这并不是发布公告中最吸睛的黑科技，但它却至关重要，因为一款优秀的软件理应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科技的便利。大多数家庭用户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变化，但企业肯定会。另一个不错的补充是， Ubuntu 认证的硬件信息将直接显示在 Gnome 设置中。如果你的计算机已获得 Canonical 官方认证，你将可以直接从桌面设置中查看该信息。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功能，但又是让 Ubuntu 感觉更精致、更集成的一步。现在让我们看看引擎带下面。Ubuntu 正在完成从 Dbus Daemon 到 Dbus Broker 的过渡。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技术性，但以下是它为何重要。DBUS 基本上是允许应用程序和桌面组件相互通信的系统。较新的 Dbus Broker 旨在提高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维护性。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什么都不会看起来不同，但希望一切都能更好的运行。说实话，这些看不见的改进往往是最重要的长期改进。Canonical 还在增加对整个认证站的自动化测试，帮助在错误到达用户之前更早地捕获它们。在整个过程中，值得记住的一点是， Ubuntu 26.10 本质上是对未来的预览。
Canonical 一直非常公开地表示，其中许多项目实际上是为 Ubuntu 28.04 LTS 设计的。这意味着安装 Ubuntu 26.10的用户将提前看到数百万人在下一个长期支持版本中最终会使用的技术。这就像提前一窥 Ubuntu 的未来。那么，你应该安装 Ubuntu 26.10吗？这取决于情况。如果你喜欢测试新技术，喜欢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且不介意每6个月升级一次，那么 Ubuntu 26.10看起来将会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计算机主要用于工作、学习或生产任务，且最大稳定性至关重要，那么坚持使用 LTS 版本仍然是更安全的选择。这正是 Canonical 提供2种发布模式的原因。一些用户想要最新的功能，另一些用户只想要一个可以信赖多年的稳定系统。总体而言， Ubuntu 26.10次摇看起来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更有趣的临时版本之一。是的，我们将获得预期的更新，比如 GNOME 51和 Linux 内核 7.2， 但除此之外， Canonical 似乎专注于更宏大的事情，让 Ubuntu 更容易安装，更容易管理，最终让新手更容易采用。重新设计的安装程序，新的首次启动体验，本地 AI 驱动的语音转文字，改进的多媒体支持，更智能的驱动管理，尤其是统一的应用中心，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减少日常用户的摩擦。如果 Canonical 兑现这些承诺， Ubuntu 对于从 Windows 或 MacOS 迁移过来的人来说，可能会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同时仍然足够强大，满足长期 Linux 爱好者的需求。Ubuntu 26.10计划于2026年10月15日发布，公测版将于2026年9月24日推出。我一定会在公测版可用后再做一个评测视频，敬请期待。现在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最期待哪个功能？新的应用中心、重新设计的安装程序、AI 语音输入，还是 GNOME 51和 Linux 7.2内核？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Ubuntu 26.10和 26.04 LTS 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功能多少，而是它承担的任务不同。26.10更像是 Ubuntu 面向未来的一块试验田。GNOME 51新内核 RISC-V 支持，全新的安装体验，首次启动向导，本地 AI 语音输入，以及更加开放的应用中心，都在说明 Canonical 正在努力降低 Linux 的使用门槛，同时探索下一代桌面系统的形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安装器、统一应用中心和本地 AI 这些变化，它们直接针对 Linux 长期存在的新手门槛高、软件安装复杂等问题。所以 26.10 并不是单纯追求稳定的版本，而是一次对未来方向的提前展示。对于喜欢尝鲜和折腾的用户，它非常值得关注。而对于生产力用户， LTS 依然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赞、收藏并分享，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同时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